阿金，不要再错下去了！白菜，新月葵交给我来对付，你用遁空术把宫里剩下的人带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好，你放心。新月葵，事到如今，只能说你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受死吧！追日，不要再打了，别再错下去了。我们都是你的族人呢。你们背叛了神族，我们是敌人。如今的神族已经腐烂不堪，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吧。我也不喜欢他们的作风，但若是神权崩溃，三界肯定会陷入恐慌。你们虽然试着改变现状，但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吗？人族替代神族的位置，难道就不能和平共处吗？非要谁取代谁吗？神族数十万年来一直引领人类前进，若神权崩溃，他们将无所适从。长久以来，神族就是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。其实就算没有神族，人类依然能够活得很好。不断重复这样的话题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族长，这小子冥顽不灵，不用再跟他废话了。我们现在只能把他打怕，他才会知道谁对谁错。手下败将，还敢大放厥词啊！凡人之躯是怎么有胆量挑战神明的？你说的没错，是我犯了错，我过于自信了，竟然对六部大神保留了自己的实力。保留实力？你在说什么？神的体力无穷无尽，是因为神有神元，而我的剑就是专门用来对付神元。此剑一出，人神平等。这一把剑本来要对付黑龙的，今日就由你来祭剑。
那个谁啊，放心啊，看在你姐的份上，我们会手下留情的。手下留情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神元已经耗尽，维持不了暗杀蝶了吧？你错了，追日。我收回暗杀蝶，是怕误伤他们。误伤？你现在还敢使用雷神之力吗？我敢。真伤到他也没办法了。说过，你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超越我，我也期待那一天的来临。可现在你的能力还不够，若你无法打败我，你们的愿望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。像你这样顽固的石头，不管有多少挡在我面前，我都要将它击碎。天斗岁月是只攻不守的神技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你已经彻底超越我了。无可避免，你我之间总有一个人要倒下。我回来，只为了完成一件事。你这一生要守护的，是我拼了性命要摧毁的东西。
义父，是不是待在这里烦闷了些？不如让巧儿带您出去看一场好戏，如何？走！走你！大军师，大军师救我呀！大军师救我呀！大军师，义父，看你这个样子，巧儿都不忍心了。巧巧，我是你义父啊！义父什么时候亏待过你，是不是啊，巧？我是你义父啊！五哥，本王子的运气一向很好，每次站在谁那边，谁就都能赢。当年我灭新国，我赌赢了；后来赌你能赢鬼墓，我也赢了。今天我就再赌一把，赌你赢。乔，你这么做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刚刚实行不是说过了吗？人类的想法，你根本就不懂。别急，鬼木死了，很快就轮到你了。等解决完了你之后，接下来就是黑龙。
你的大仇，今天终于可以报了。吴刚，不要放过他！吴刚，莫非真的是神王民众的宿敌？你看吧，我就说打打杀杀最无聊了。你看，闹成这个样子，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未曾踏足过中土，记忆所及，从没遇到过对神毫无敬畏之心的奴隶。哼，这帮奴隶很特别啊。距离上次人族反叛才短短几年。看来新月魁对人界的控制出了些问题，可能会威胁到神域的安全。大长老，实行叛变，鬼木和天魁被杀，神域6部大神只剩一半。如今看来，要被杀的一个都不剩了。6部大神如果全灭的话，神王会不开心的。是我们圣贤殿该出手的时候了。哎，真禅没来啊？他也太散漫了吧！他要不出手，我也不出手。我最讨厌打打杀杀了。旋风圣王、白莲圣王，你们下界去打扫一下吧。啊，这么麻烦？遵命。遵命。别垂死挣扎了，星月魁。看看我身边这些人，哪一个不是被你害得颠沛流离？又有哪一个不是被你们神族害得家破人亡？再渺小的力量，聚到一起，便可战无不胜。这是你们高高在上的神族所看不到的力量。这也是你犯的最后一个错误。神王，奎儿尽力了。七月魁，轮到你了！
这不是遁空术，但是比遁空术还快得多。我无意与各位为敌，我的目的只是把大祭司带回神域。各位，可否行个方便？无色界神力，可惜啊，火候还是差了一些。你这样背对着敌人好吗？你搞错了，我只负责把人带回去，你们的对手不是我。花瓣有毒！天象界神族是白莲圣王。你方才说要打倒黑龙是吗？勇气可嘉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六部大神和我们圣王的差距是婴孩比壮汉，那我们圣王和黑龙的鸿沟就是蝼蚁比巨人。这可不是吓唬你。地藏界神力死灵系。曾在这个大地上繁衍的所有生灵，最终都会死亡，而尸身必须化为腐朽，才能回归于尘土。死灵系便是蕴有着腐朽的力量。不过，当你们被这个力量盯上的时候，你们就只有死。凡人，我是神，我让你们生。
变生，变回来了，大长老，我不接受。圣贤殿出手，一击不能杀人，莫非还要像奴隶一样死缠烂打吗？圣贤殿的尊严何在？哼，有理。为了一群奴隶这样，我未免也太认真了。我会记住你们所有人，我会在遥远的地方看着你们不断的挣扎、绝望，然后死。师兄，你为何拦我？他们已经回到神域了，单凭你一个人的力量，即便杀死了星月魁，也无法安全的从神域出来。我本以为已经胜券在握了，但没想到神域竟然还有比6部大神强大100倍的大神存在。师兄，我们的抗神之路才刚刚开始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没错。攻打神域早就在计划之内，切不可鲁莽行事。好，我既然选择了跟你们结为盟友，那我就听你们的。各位英雄，我来晚了，久等了。这次白国的大战，属实打得痛快。此次战役实在是前古未有的壮举啊！大王特意吩咐，今晚设宴，与诸位英雄共庆胜利。不必劳烦了。虽然我们打败了神域6部，但6部大神在神域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，这点战绩不值一提。不高，圣王的确是很大的威胁，但你不是孤军奋战，你的身后还有我们整个妖族，还有我们神隐族。不错，整个神隐族都是你并肩作战的伙伴。殿下，我们的力量虽然弱小，但若为苍生，此身可献，此命可报。有诸位同盟比肩，是我5更的荣幸。我5更必不负众望。更儿，这一战布局缜密，设局精巧，
尤其是与神域六部和新月魁的短兵相接，对神族消耗颇大。庚儿，是否受伤了？我没事，子羽叔叔。好。我记得你曾经在王者城跟我说过，我与你父王对战黑龙的情景，让你看到了希望，让你相信神并不是不可战胜的。然而如今，你也让我看到了希望。看得出来，今天玄风圣王和白莲圣王的突然出现，让你感受到了新的压力，是吧？子羽叔叔，神域六部和圣王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大，而圣王与黑龙之间的差距更是有着天壤之别。此次白城一战，让我知道了，我们要与神族对抗的事情，比我想象的要更加的艰难。的确如此。不过这一战重创了神域六部，让神族实力大减。其实在我看来，你的谋略和实力远在他们之上，因为你带领了所有人，取得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。你还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信念、力量以及希望。有一件事情我没想明白，以新月魁的心计，你是如何让他真正入局的呢？我使用了无色界神力，隔绝了新月魁的窥视。其实我是五更，我也是阿狗。我娘曾经是神族的祭师，在我出生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劫难，于是抽出了我的一缕善缘，养在了人间，就是阿狗。新国灭亡之后，他为了瞒天过海，便将我和阿狗重新的合二为一。所以，我就是阿狗，阿狗就是我。白菜，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想和你坦白这一切，但随着我们慢慢相处，我却越来越不敢说了。为什么？我怕跟你坦白真相之后，你会赶我走。我相信你，我也不会赶你走，阿狗。不，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叫你五更了？白菜，你不是说，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，都是你的阿狗吗？所以，你可以继续叫我阿狗。不过，我们要先隐瞒一阵子。好，真好。庚儿，相信此刻，你的父王与母后一定在天上欣慰地看着你。我一定要打败黑龙，告慰父王和母后在天之灵。天！对战神族，我们要严阵以待。盾，用来
防护我们的身体。推，右，跟我，同时发力，要做到人盾合一，懂吗？是。殿下，我命大家在此安营扎寨，每日训练。他们的身手经过训练后，都有所提高，但还不知道能不能和神族交手，还请殿下多多指点。是啊，殿下，我们就得打败神族的殿下。是殿下。将士们，虽然你们单打独斗，并不是神族的对手，但只要配合得法，勤加修炼。我相信终有一日，神族也不敢小视你们。是啊，殿下呢？不从我们手上，还有殿下呢。所以啊，我们要更加努力。蚂蚁多了，还能咬死大象呢，是不是？是。你方才说要打倒黑龙是吗？勇气可嘉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。如果六部大神和我们圣王的差距是婴孩比壮汉，当我们圣王和黑龙的鸿沟就是蝼蚁比巨人，这可不是吓唬。就算硬拼能赢，死伤也一定惨重。大元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跟我商议？看你的样子，应该是彼此。我们的声势如此的浩大，届时神族必定会有所行动。你觉得我们真的应该造一艘战船，大张旗鼓的去强攻神域吗？我所担忧的也正是这个，即便进去了，也势必会元气大伤。所以我们最好是悄无声息地进入到神域。其实我很早之前有过一个想法，那个时候我还在北山矿场做奴隶。后来我当上了百夫长之后，我才知道，在北山矿场，每年会分好几次，将大批量的血石通过船只运送到神域。我那个时候就在想，如果我想要去到神域，那我潜藏在运送血石的船只里，岂不是就可以神不知，鬼不觉了吗？以我们的修为，想要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潜进去很容易，可这么多人想要进去，绝无可能。吴更，每次运送血石的船只和数量有多少？实话告诉你，船只虽然不少，但藏不下我们的反神联军。除非船只是我们自己的。莫非？大元帅，你先不要说出来，我们把各自的答案都写下来，看看想法是否是一致的。没错，我们要造的是运输船，是与去往神域的那些血石船一模一样的运输船。白菜姑娘，累不累啊？不累，给我吧。多谢。好好休息几天。白菜姐姐，哎，谢谢。喂，慢点。孔雀姐，这几日看病的百姓比平日少了许多。对呀，一切都在好起来呢。哎，阿兰呢？她刚刚不是还在这儿吗？那丫头应该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吧？大祭司命令她杀你的事，她都跟我说了。
是我们神隐村亏欠了你，对不起，白菜。没事的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他又没杀成。不知道攻上神域之时，又会有多少人受难。如果能少些死伤就好了。孔雀姐，你放心，阿狗每天都在很努力的练兵，人族军队一定会越来越强。其实我知道，你不只是担心反神联军，你还担心神域无辜的子民们，就像你担心追日大神一样，对吗？其实无论是哪一边有死伤，我都不想看到。但愿这一战过后，世间再无战乱。我相信，阿狗一定会让这一天到来的。此外，还有一事，你需小心在意。圣王的实力确实高深，不过我已经想过了，所谓关关难过关关过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。我们现在只能先专注于眼前的事了。我想说的不是这个。我知道，你担心神族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我们人族大军应该换个地方藏匿嘛。放心吧，我已经有主意了。我想说的是，白莲圣王的地藏界神力乃是3界第一气度，一旦发作，诸神难救。你嘴上不说，但我却知，你早就中了他一招。此事性命攸关，万万轻慢不得。没事，我只不过是蹭了一下，不疼不痒，别担心了。莫要过于勉强。你我不同，你还来日方长。我先回妖界了。有任何事情，就用我之前送你的传讯使传音给我。师兄，阿狗说今天你跟子羽叔叔就要离开了，走之前让我给你送一些吃的过来。我就想着在王者城的时候，你还挺喜欢吃我做的包子的，那给你送了一些过来。五更确实与过去不同了。他在妖界将我唤醒时，我就能感受得到，他身上潜藏着无穷的力量。这白城一战，更是智勇兼备。在短短的10日里，竟能整合神影族、妖族和人族的反神力量，还将计就计，算计新月魁。神族这10万年来啊，从未有过如此的挫败。我的阿狗当然了不起了。或许假以时日，他真的能将神王打倒。但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令我在意，那便是你。我？子羽叔叔，你这次去了幻岛之后，什么时候再回来？不必担心，你我之间承诺，永远有效。如果我需要你，哪怕是万水千山，我都会及时赶来的。这。师姐。
再见之时。阿高，怎么了，阿高？啊？你不会是舍不得石心跟子羽叔叔吧？没有。阿高，你一定有事儿。我没事儿。不许瞒着我啊！我就是舍不得子羽叔叔他们，行了吧？打神域的时候，我们还会并肩作战嘛？那万一打赢了，大家还会见面啊？是啊，毕竟大婚的时候，我还会把他们请过来的。谁要跟你大婚啊？阿高，阿高，你怎么了？阿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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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怎么了，阿高？白莲圣王的地藏界神力3界第一，他的九空血莲池毒性实在是厉害，我也无能为力。五更的毒，想必是与白莲圣王交战时被按下了黑手，耽误了这些时日，剧毒已侵入深渊。我去叫回大剑士，再联络妖族之人，众人合力想想办法。没有用的。九空血莲生长于远古结晶山，除非远古神力，否则无法可解。远古神力。阿狗，你醒醒好不好？阿狗，阿狗，你醒醒！阿狗，也知天凉薄，半醒半醉离索。忙凉禅虚设，天上月非我，孰是孰非都错。世事难自了，我无意妄照，嘲笑多情人自扰。可见帘外风雨萧萧，不难忘为何思量。从来如梦如露，为此爱铭心刻骨。一生厮守，须回眸几度。若注定孤独无解的命数，不问故，不问荣辱。也曾踏冰山河，悲痛过人间疾苦。愿共对抗命运的反复，朝朝暮暮相付出。花落留不住，不问故，不问前路。白菜，不行就歇一歇吧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让阿狗好起来。年过秋风恶，也知天凉薄，半
死了望无以忘章，嘲笑多情人自扰。可见帘外风雨萧萧，不难忘为何死了。从来如梦如露，为此爱铭心刻骨，一生厮守须回眸几度。若注定孤独无解的命数，不问故，不问荣辱。如何？居然真的有好转，如此几日，说不定真的有效。太好了，白菜，来日方长，你也别太辛苦。阿兰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白菜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有件事情，我想跟你确认，否则我心中不安。你说，老爷爷是不是曾经有过一个预言？老爷爷的预言有很多，你指的哪个？好啦，阿兰，你这么单纯，什么都写在脸上，你明知道我问的是什么，还装不知道。在神影族的时候，老爷爷让你杀我，是不是预言到了什么？所以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？还有，你要杀我的时候也提到了预言2个字，你不要告诉我你忘了。我不敢胡思乱想，是因为我害怕。你跟老爷爷都是心怀天下的好人，如果你们要杀我，一定是因为我的存在会伤害，会破坏你们的大局，对吗？哪怕是1/1000，比如我会伤害5个。你怎么会伤害5更啊？你为了5更不眠不休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关心5更的人。可是老爷爷让你杀了我，这不就确定是我了吗？阿兰，既然都问到这里了，你能不能将一切毫无保留地告诉我？大祭司遇见过一个女孩，她袭击了5更，并且又把5更打入深渊。大祭司只是说5更在被打的时候没有还手，又断出是他身边亲近的人，也不一定就是你。白菜，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些？是不是最近发生了什么？阿兰，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情？你说。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5更，能不能请你杀了我？阿兰，本来老爷爷就要你杀我，也不算为难你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啊，以这种形式拜托你。
可是，除了你，我不知道该拜托谁。白菜，该说对不起的人，也该说。我不应该瞒着你，我不应该对你动了杀心。白菜，我真的无法再伤害你了，这么做不行。不过我答应你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，即便是我的生命，保护好武庚。你们俩就好好的在一起，不要轻言放弃。武庚不是常说吗？人定胜天。白菜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在瞒着我呢？没有，我要继续去给阿狗驱毒了。孔雀姐说了，我的力量很有效。无心般野兽被乌云笼罩，随空气流窜。借重而知道是命运的枪，一度又一度轰然塌方。谁顽抗，谁倔强，谁期盼在裂缝里祈求呼唤，支撑某种信念，托起不屈服的心脏。结束心魔狂乱，痛心历练悲欢，对于磨难纠缠，顺应逆流而上，穿过灰暗，放声的哭喊。你我傲气凛然，自身不安的绝望，燃放天地光芒，护送温暖过岸，点亮来日的顺意盎然。相思而生的雨过，羞耻的、焦灼的、无奈过，颓丧中的年月啊，时间煎熬那面孔，怨气的、压抑的，但在此之前，还有一件事情令我在意，那便是我。在王者城，我就是想使用你的力量，解除深渊封印，也不算换得什么好心。但从那以后，没有想到，你居然一而再、再而三地使用你的神力。你这个丫头，难道不知道，就连武庚使用神力之前都要通过天启？而你一个从来都没有修炼过神族功法的三脚猫，你这一身神力从何而来？你要知道，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。你既然能够使用远古神力，就说明你身上本来就有。你从来都没有想过，你到底是谁？听我一句劝，如果你还想和武庚在一起，从今往后就不要再使用你的神力了。这都1天1夜了，也不知道有没有好转。使用了3天的远古神力，白菜能撑得住吗？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，也只能指望白菜了。阿高，你一定要醒过来！你答应过百姓，要让他们过上平安的生活，让老人不再受苦。
让孩子们都有粮食吃，让矿场不再有奴隶，让世上不再有被神族压迫的人。他们都在等你，等你给天下自由，等你给苍生福祉。跟你在一起的日子，每一天都很幸福。无论时光流转，岁月更迭，你都是我最爱的阿狗。阿狗，如果有一天我伤害了你，那一定不是真正的白菜，因为真正的白菜是不会伤害阿狗的。他没事儿，已经好了。太好了，走。红秋姐，我没事儿。奇怪，你消耗了3天3夜的远古神力，为何非但不见虚弱，反而你的神力更强大了？可能我天赋异禀吧。孔雀姐，这个是你羡慕不来的。阿狗，你醒了，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我记得我好像是中毒了，怎么现在全好了？你可真厉害，中了白莲圣王的毒也能这么快就好。白菜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儿。你醒了？白菜怎么了吗？你昏迷之后，白菜一直看护着你，我是怕他累着了。哦。来，毒素已经完全驱散，性命无碍。只是，怎么了？吴庚，你尝试凝聚一下神元。
消失了。那怎么办？血莲毒素蔓延经脉，导致神力压制。或许过些日子就会恢复的。那万一不能恢复呢？别担心了，好歹保住一条命嘛。不能恢复的话，再练回来就是了。这情况，要练是练不回来的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对了，我们离开神隐村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也该回去告知神隐村的人白城大捷。我把阿兰留在你们身边，有什么事随时联络。我送你吧。阿高，你乖乖把药喝了，还想不想神力恢复了？我去送神隐族的人就好，听话。孔雀姐，我送你吧。